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你看，我回来大概1个月了啊。我们这里呢，没有几天是天晴的，因为现在是雨季，几乎每天都下雨。比如说不是昨天，今天早上大概6点多钟，下的是倾盆大雨啊。你看现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黑云压顶，那个云啊特别低。所以呢，我给大家先来拍一个360度的吧。我们看后面这里，就是我们县城方向，你看那个山，对吧？然后呢，我在这里往前，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几乎每天坐在这里的这个方向啊。这里也是那个山上的雾特别的低，对吧？然后这里就是我每天坐在这个地方的背景，后面的山也是有雾的。然后这是我们村的路，进我们村里面去。我其实呢不是特别喜欢我们这里的气候，因为那个雨水太多了。怎么说呢？我那个很羡慕我们中国那个西北啊、新疆那边，一般来说一年可能有365天，有300天是有那个阳光的。我喜欢那样的气候。不过呢，这个气候没有选择啊，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也只能适应这里的气候了。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可能后面你们看不见，后面我可以发现，我们这里的生态恢复得很好。那里有那种相当于白鹭那种鸟，大概10年前是没有的，现在呢，在田里面经常见到，就表明呢它的生态其实恢复得非常的不错啊。因为去过北方去生活、去读书，所以我知道北方那种地貌是怎么样。说实话，虽然我们南方这个气候呢，特别是那个春夏的时候呢，雨水比较多，但是如果给我选择，我还是希望呢，我还是喜欢生活在我们广西这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而且可以这样说吧，就是生活成本不高，在我们农村，因为很多你看我们农民都有自己的田地啊，对吧？可以在地里种菜。比如说昨天我要吃早饭的时候，因为我要煮一点面条，我就是烧着水的时候，我就直接到地里去摘那个菜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这种生活的便利程度在城市是没有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所以我还是喜欢，给我选择，我还是喜欢生活在农村。这是我临时发表一些感言吧。你看，真的那雾气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们这个山，我那天呢用那个无人机那个测试了一下，这个山的高度大概是500米。你看，那个雾气大概在300米左右，或者250米。然后这边的山呢是比较矮的，它的雾气呢也不高，大概这边可能也就是最多150米左右吧，那个雾气。所以这几天因为我们这里下雨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其实这种雾，但是呢，这种很飘渺的感觉，有仙境的感觉，我也特别喜欢。我现在手持我的手机，跟大家拍一段。昨天下午我们这里的雨停了，然后呢，我就骑着新买的电动摩托车出去兜了一下风。我骑了52公里，我看了一下啊，那个电池掉了2格电，还剩3格。也就是说，这样计算，理论上，那个卖家说，这个一组6块电池，续航能够达到100到110公里，应该是值得相信的啊。目前看是这样。等如果我们这里真的好天了，不下雨了，我准备呢亲自骑着那个车去一趟阳朔，这个村子啊，去阳朔来回一趟大概是11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是他说的可信，那么说呢，我就刚好可以打一次来回了。到时呢，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下。在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就是我觉得我对美国的前途呢不是很乐观，因为美国很容易煽起，比如说种族冲突，还有他们政党之间的冲突。其实对欧洲也一样，我昨天也说了。但是呢，我还没有说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因为俄乌危机啊，目前看来不能消停。因为美国刚刚又批准了那超过6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的法案，一旦美国的资金以及武器到位，那也就是说，俄乌的战场可能今后呢，恶战会越来越多。而且今天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看见一条非常不好的新闻，那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又说了一次啊，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所谓欧洲地面部队。他今年2月份已经说了一次，现在他又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啊。其实，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方面已经确认了啊，就是俄罗斯方面掌握了乌克兰战场已经有欧洲地面部队，因为他们听见有说法语的，有说英语的，不管是不是雇佣兵吧，反正乌克兰战场已经出现了西方的地面部队了，这肯定是俄罗斯方面他们已经确认的啊。那如果今后这战事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兑现他的一些威胁吧。他不是威胁了很多次，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吗？对吧？而且说到使用核武器，目前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国家已经在2战的时候使用过了，那就是对小日本，对吧？广岛这个核武器。既然你美国可以用，那为什么俄罗斯不可以用呢？目前看来，如果是哪个欧洲国家跳得最起的、最得瑟的，那最后可能被俄罗斯教训的可能性就最大。可能像乌克兰啊，风险比较大，对吧？还有什么挪威这种、瑞典这种国家，我觉得风险挺大的。反正对欧洲特别悲观，因为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当然我会考虑到我自己人身安全以及今后这个退路怎么办。特别就是由于今天早上我看见这条新闻，就是刚才说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欧洲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到底派遣谁，我不知道啊。比如说，可能法国部队呀、英国部队，这2个国家肯定就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英国它是紧跟着美国的，对吧？而且特别的积极。法国目前它是言语上比较积极，今后我不知道会怎么办。马克龙讲硬话，可能是想掌握欧洲的主导权吧。否则我就真的不理解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可以说是戳俄罗斯，因为法国是把自己作为欧洲强国来定位的。其实我感到非常奇怪，马克龙说这番话是接受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个杂志的报道。《经济学人》在我的理解当中应该是以经济为主啊，但是为什么《经济学人》现在越来越涉及那个政治方面的话题，这个我不懂。而且对于《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啊，虽然他说是《经济学人》，但是报道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特别意识形态，而且对中国的报道很多，《经济学人》的也是非常错误的啊。我读书的时候，我在大学学的是经济，我对《经济学人》还是其实当时因为可能是太幼稚了吧，我还是比较仰视的。但是现在我特别鄙视这家媒体。我觉得它完全是西方政客的传声筒了，现在根本不是一家所谓的经济方面的杂志。就是由于欧美，特别是北约这些政客啊，一次又一次在戳俄罗斯，导致现在这国际啊，特别是欧洲这国际形势啊，越来越紧张。所以这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啊，我觉得这外溢、这效应、这风险越来越大。所以我真的对德国、对欧洲的未来，我现在真的更悲观了。而且最近呢，我发现德国媒体也在报道，就是提醒德国民众要在家里囤积食物，囤积至少10天的，比如说要什么大米啊、面条啊，以及一些可以放很多天的东西，以及呢饮用水，至少要够10天以上。比如说放在地下室里，怎么样，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危机嘛。而且这危机的可能性，刚才说了，我觉得这风险越来越大。真的，我在欧洲这20-30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危机感那么强烈。我真的觉得哈，我们这个地球和平了70多年了，现在这战争的风险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回到德国之后，我一定也会，如果是我在那边待1-2个月，也会想法呢，多买一些什么面条啊、大米啊，以备不时之需。因为这俄乌战事啊，会说变就变，或者说恶劣就恶劣起来了。说到战争啊，说来说去，我觉得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了吧？比如说，你看在我们小村子，
普通人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什么战争啊，对吧？这里太安全了。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我现在非常的羡慕国内啊，国内的那个政府确实把人民保护得太好了。说点题外话啊，我们这里4月底5月，正是我们这里枇杷成熟的季节。现在这枇杷呢都没有人吃了，你看都烂在那个树上了，因为价格也不高，这种都是野生的啊。这品种也不好，这也有一株是我那个叔叔的，他的那个果园，也是烂在那个树上，没有人吃。小的时候这种水果我们都去偷着去吃呢，现在小孩都不想吃了，就是时代不同了吧。然后这里路边也有一株，也是那个枇杷，没有人吃。像这蓝色这蓬蓬右边的这株呢，也是枇杷。在我们这里是当风景树，也是没有人吃的。这雾气很美。朋友们，接下来呢，我想说几句关于美国学运。美国学运现在是愈演愈烈，而且美国政府对这学运的镇压现在也升级了啊。美国媒体还有德国媒体也报道，就是美国的警察现在已经暴力进入校园去镇压这些和平的学生运动了。那些可是西方以前用在比如说中国香港啊，还有北京这学运身上的那些词语，现在被美国政府方面定性为反犹，要镇压，而且不准他们说那些话。那所谓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是不是被自己啪啪打脸呢？以前凡是那些用在中国身上的词语，现在完全可以1比1的套用到美国身上，毫不违和。我就不明白了，美国方面、美国政府现在为什么那么怕自己的和平的学生运动呢？而要派警察采取暴力、辣椒水呀、催泪瓦斯等等，去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主积极分子呢？这是不是对美国自己的心灵拷问呢？不管是从俄乌，还是巴以冲突，还有现在美国的学生运动，你看美国的、西方的双标，所以通过这些啊，我就特别的鄙视现在西方这些人，不管是他们政府也好，他们的媒体也好，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年是怎么对待中国的。不用说当年，其实现在一样。比如说德国媒体，每到6·4之前，或者是6·4那天，绝对会发一些关于中国6·4的那些新闻，而且永远都拿那张图片出来，或者那个画面，就是那个坦克人。西方媒体永远不会播接下来那20秒的画面，也就是那位坦克人没有被碾压，而是被附近的民众把他架走了。这个真相可能永远不会在西方媒体出现，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所以呢，西方人被洗脑，就是那个坦克人有多么勇敢，然后呢，都在纷纷的担心，到底那个坦克人他的命运怎么样了？当然，西方人的思维肯定就是那个坦克人已经被碾成肉酱了，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如果说你们今天还相信西方媒体能够报道真相，有什么言论自由，那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too naive。反正我因为太了解西方媒体了，所以现在西方媒体所报道的任何东西，我就先打个问号，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比如说，通过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啊，通过台湾的媒体啊，还有东南亚的华人媒体，总会最后呢找到真相，对吧？而且最后总是会西方自己会打脸，也就是说，西方媒体在说假话，他们做的是 fake news 假新闻。朋友们，说真的，我今天看见美国大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希望这个学生运动呢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学生运动就像照妖镜，能够衬托出来美国的国家机器、美国的暴力机关是如何去镇压这些学生运动的，而美国的媒体以及西方的媒体又是如何去报道这些学生运动的。
所以我说啊，这美国的学生运动简直是啪啪打脸。美国向全世界推销他们所谓的民主啊、自由啊，以及言论自由等等，也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了这个美国以及西方的双标以及虚伪。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也希望美国的学生运动继续下去吗？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见，拜拜。